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一直关注我们的小伙伴们可能都知道，从我们开始亲手打造一辆理想中的 B 型房车，到第2辆、第3辆，已经过去1年多了。而我们选择 B 型房车这一种车型，正是因为它符合我们的需求。今天的视频不是劝大家盲目的入坑，而是根据我们这么多次出行的经验，给大家分析 B 型房车本身的特性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利弊。还有开 B 型房车出行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还会给大家总结 B 型房车的用户画像，大家可以对号入座，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，再考虑入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B 型房车的利弊你了解吗？ B 型房车的车体小巧，所以它的优势是通过性好，一般的限高、室内或者室外的停车场完全没有问题，驾驶体验也更好。更适合房车新手，就比如之前我们在北美的公路旅行，开着我们的福特全顺高顶，直接就可以开进环球影城的室内停车场，即使有限高也毫无压力。B 型房车小巧的车体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灵活性，想开就开，想停就停，不用担心在特定时间一定要赶到哪里，也能随时调整计划，特别适合公路旅行。比如开车开累了，随便找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就可以睡一个觉或者煮个面吃。路过一个地方想看一看，也直接可以靠路边停，然后下车。或者路过超市想补给生活物资，直接把车停在超市的停车场就可以了。而大型房车就不是你想停就能停的了，特别是拖挂，除了停车，倒车也非常考验车技。所以大型房车更适合长期停在一些风景很好的露营地，享受车内舒适的环境和车外的风景。但是 B 型房车的小巧也牺牲了它的内部空间，生活空间和收纳空间都因此变得非常有限，1到2个人住最为舒适。另外，如果遇到天气不好，既下不了车又不开去别的地方的情况，长时间待在狭小的室内就不是很舒服了。而大房车的内部空间就更大，在这一点上，大房车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。入手 B 型房车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的价格。B 型房车在房车市场上的定位属于中高端，价格不算便宜，在美国市场通常要大几万到10几万美金不等，贵的还有20-30万美金的。刚开始研究 B 型房车的朋友们应该会被它的价格吓到，因为相对于 B 型，用1/3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买一辆很好的 C 型或者拖挂型房车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好比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，两者都有类似的功能，但笔记本电脑的价格会更高。好的 B 型房车就好比高品质的笔记本电脑，设计和改装过程都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，在小巧的空间里排下所有客户想要的东西，实现所有的功能。而且除非是大厂提供的固定车型， B 型房车在很多情况下都要根据每一个顾客的具体情况来定制，每一辆都不一样，所以不能大批量生产，价格自然也就更高了。B 型房车出行会遇到的这些实际状况，你能接受吗？ B 型房车因为车体不大，它的清水箱、灰水箱的容量大小也相应的会受到限制，特别是灰水箱，如果像我们一样经常在房车上做饭、洗碗或者洗手，那么需要倒灰水的频率也会变得比较高。就拿我们来说，26升的厨房灰水箱每3天左右就需要倒一次，56升的洗手间灰水箱每洗3次澡就需要倒一次。而灰水是不可以随意排放的，要去专门有排污设施的房车营地或者露营地，这就需要我们时刻留意房车的水箱状况，提前做出计划。还有一点必须要知道的是，相比于更适合长期停在房车营地的大型房车， B 型房车的灵活性的确可以为我们省掉很多晚住在房车营地的费用，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每天都要不停地换地方，一直在路上，还要提前找好每天晚上在哪里过夜，随时准备好应对一些突发情况。比如有一次，我们打算当晚开累了，就随便找一个高速路边的休息站过夜。一般这种休息站呢，在高速路边有很多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一连开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路过一个休息站，最后一直开到凌晨2点，才找到了一个 Cracker Barrel 的停车场过夜。相比之下，之前说到的大型房车更适合长期停在风景好的露营地，可以直接接水、接电、接排污口，也不用操心每天晚上住在哪里。如果要出行的话，清水箱和黑水箱也会更大，
可以更放心的正常用水。再来就是房车的维修，B 型因为房和车是一体的，如果路上车子出现了问题，就要找地方把整车送去维修，然后自己找宾馆住。而且因为修的是整车，所以维修费用也不会便宜。所以如果打算入手 B 型房车，资金充裕的话，最好购买一辆新车进行改装，这样花了那么多精力改装的车，使用寿命也会更长，更值一些。了解了这么多 B 型房车和它的实际使用问题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你适不适合购买 B 型房车呢？3. B 型房车适合人群。如果你是1到2人出行，喜欢经常的短途或者长途旅行，喜欢开车玩户外或者公路旅行，不在一个地方久居，更喜欢随性自由的出行方式，经费也更充足的人， B 型房车更适合你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有什么自己开房车出行有趣的经历，或者有什么问题，都欢迎给我们评论哦，期待看到大家的分享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